张毅开着挖掘机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物资，却意外地挖到了一个军火库，里面的景象足以让每一个男人都热血沸腾。武器库中有很多靠墙的铁架，上面放着一把把黝黑的枪支，清一色全是步枪。铁架上还有一些用不明金属打造成的灰绿色箱子，看上去就非常沉重。墙上挂着一些迷彩服和头盔，张毅甚至看到一些迷彩的喷漆摆在铁架下。张毅深吸了一口气，先把所有步枪都收入自己的一空间。现在他手里的枪可太多了，根本到了用不完的地步。但是张毅可不管那些，先收起来，万一将来有用嘛。对于这些枪械，他的兴趣不算很大，他主要想找的还是子弹以及手雷，甚至 RPG 等装备。由于是在武器室内，张毅的动作非常小心，他把那些铁箱子一个个打开，果然是各种型号不同的子弹。张毅在射击俱乐部学习过枪械的知识，对于基本的子弹适配枪支类型还是明白的。这间武器库里面，手枪子弹大概有2000多发，各种步枪子弹5000多发，而狙击枪子弹则也有300多发。另外，他还找到了一把军用的狙击枪，和他使用的警用型号不同，这种军用的狙击枪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，防水和防沙尘甚至抗冻能力都很不错，但是精准度的话比警用要差一些。可对张毅而言，这完全不是问题，能够用他的异能精准射击进行弥补。更让张毅惊喜的是，他找到了10箱手雷，每箱5枚，也就是50枚。这次搜寻对张毅来说已经是一场大丰收了。如果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的话，的确需要带上装备，所以这仓库里面的装备少了一大半。由于雪灾是突然降临，所以他们走得匆忙，没有时间处理掉这些剩余的物资。但是这些量对张毅个人而言已经是完全够用了。不过军营里应该不止这一个武器仓库才对。根据尤大叔所说，驻扎在天海市的部队有一个团的兵力，也就是1500人左右，所以不可能只有眼下这一个小小的武器仓库。张毅收集好眼下的东西，出去之后继续用挖掘机沿着房屋的水泥墙开始清理积雪。果然，很快他又在旁边发现了另外一个武器库。这个武器库里面的武器装备比刚刚那个少了一些，但是张毅也找到了几千发子弹和2箱手雷。目前来看的话，完全够用啊！张毅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靠着这些武器装备，在天海市如果是比拼武力的话，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可以对他造成威胁。手雷这玩意他从来没有用过，但之后可以请教尤大叔或者上网查询使用方法。而其他重火器，张毅则是没有找到，毕竟天海市驻扎的是一支步兵军队，也没有火炮、战车。至于其他诸如重机枪一类的武器，肯定也被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带走了。要不是因为雪灾侵袭的速度太快，恐怕张毅捡到的这些武器弹药都难以留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武器对我而言已经够用了，而且这也为我指明了一个方向，以后可以通过各地的警局和部队来获取武器。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都有警局和驻扎部队。张毅有交通工具，以后完全可以跨越城市，到附近的卫星城寻找武器装备。张毅在附近又寻找了一番，确认已经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之后，便驾驶摩托车离开了军营。他没有走远，这附近都是荒野，种植了不少的树木，刚好符合张毅所需要的标准。他直接用挖掘机将这些树木拦腰折断，然后收进了自己的空间之中。这一次忙得很久，一直到了晚上他才回去。而此时，整栋楼的邻居们都在等着他回来发放食物。可是这次张毅是空着手回来的。见到邻居们之后，张毅双手一摊，今天找过了许多地方，没有找到食物，大家就先忍一忍吧。人不能喂得太饱，吃饱了就容易产生乱七八糟的心思。比如说昨天就有些人得寸进尺，开始索要衣服了。张毅今天故意什么都没拿回来，就是让他们记住，你们都是我饲养的，别给我蹬鼻子上脸，想要吃的就给我乖乖听话。听到张毅说没有食物，这些邻居们当时就嘀咕了起来，什么？今天怎么没有吃的？不会吧，外面那么多地方，你就不能多找找？这没有东西吃，晚上多难受啊！你忙活了一天，就什么收获都没有吗？张毅笑眯眯地望着叽叽喳喳的众人，说完了吗？大家神色一凛，面带不悦地把嘴给闭上。最近你们似乎有点飘了，忘记了当初是你们求我救你们的，难不成这还没过几天，你们就觉得我张毅帮你带食物是理所应当？这样的话，那干脆大家伙一拍两散好了，以后你们的食物自己解决。众人心头一惊，李成斌赶紧道：张哥，大家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明白你的辛苦，外面那么大的雪，是不好搜寻食物，您回去先休息休息吧。他只是提了一个建议，就被张毅开枪打死。大家见张毅今天没有给他们带食物回来，人群之中的栾强说道：张毅，你一个人出去当然不好寻找，要不然还是多带几个人吧，我看你那个摩托车坐3个人也没什么问题，大家帮你的忙一起找，肯定快些嘛。其他人转过头，用奇异的眼神望向张毅，对于能够出去寻找物资，他们也很心动，尤其是上一回亲眼看到尤大叔帮谢丽梅母女俩找回来衣服之后，只要能出去，外面的东西还不是随便他们拿吗？张毅，你需要帮忙的话，大家肯定很乐意。一个女人壮着胆子说道。张毅微微眯起了眼睛，他笑了起来，怎么，你们也惦记上我的雪地车了？真要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干脆大家就一拍两散，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了。栾强急忙想要解释什么，这个时候张毅不再继续废话，他只是掏出了自己的手枪，咔嗒，熟练地拉动了保险。所有人勃然变色，连忙往后面倒退出去好远。张毅，你别乱来啊，我们只是跟你商量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对，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这件事情就算了，
好吗？我们其实很感谢你帮我们找食物，也是怕你累着才那么说的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张毅轻蔑的一笑，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再说了，或者说我最近把你们喂得太饱了。张毅说完之后，抬起手中的枪，砰的一声把栾强给打死了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张毅一言不合就直接开枪了。他们还以为张毅会跟他们讲道理，然后他们利用人多和言语上的优势，让张毅无言以对，最后同意他们的要求。可是他们忘了，他们与张毅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，对话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才可以。现场响起了一片尖叫，邻居们吓得立刻往后面逃去。可是楼道实在太窄了，人挤人，顿时绊倒了一大片人。不杀几个人，你们是不会明白自己什么地步。张毅眼神冰冷，随即又连续开了好几枪，又是4个人被他直接给干掉，然后他才收手，看着这些人像狗一样的逃掉。现场只有尤大叔和谢丽梅没有跑，尤大叔是站在张毅这边的，谢丽梅则是一如既往的躲在他的身后装鸵鸟。尤大叔对张毅说道：“他们现在是吃饱了撑的，都忘记自己是谁了。”张毅心道：要不是因为留着他们当炮灰还有用，我早就全给他们干掉了。表面上他却大度的耸了耸肩，没关系，我这个人一向善良，原谅他们了。现在的他手里面火力充足的很，做起事情来也肆无忌惮了许多。谢丽梅拉着尤大叔的胳膊，望着张毅，内心有些畏惧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张毅拎着枪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。现在的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这些炮灰也用不了多久。即便接下来的争斗之中他们不死，张毅也会清理掉其中大部分人，甚至全部。所以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人是死是活，而且他知道，即便他杀了几个人，回过头来这些人依旧得求他提供食物。果然，如张毅所想的那样，25楼的众人被张毅吓破了胆子，慌忙的逃回了自己的家中，然后紧紧关上了房门。这一刻，他们回忆起了当初被陈正豪所支配的恐惧。那时的他们也是这么每天躲在家里，不知道死亡何时会到来。这些业主私下里建了一个新的群，只是没有把张毅、周可儿与尤大叔和谢丽梅拉进去。自从冰河末世来临之后，一栋楼里面起码都拉起了数十个群组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虚与委蛇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怎么办？现在张毅被惹毛了，要杀我们啊！咱们又没有枪，怎么斗得过他？有人紧张地询问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从惊恐之中回过神来的邻居们才开始议论起来。张毅他一点都不讲道理啊，我们只是和他商量而已，他动不动就开枪。可怕的是，他这几天都用枪杀了那么多人了，他的手里面到底有多少子弹？为什么一个普通人会有那么多子弹，甚至还有狙击枪啊？我早就说了，张毅是都市兵王，或者是退役的特种兵，你们还不信？某位重度网络小说爱好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别管他是什么人吧，总之我们早就不该对他抱有幻想，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，什么好心帮助我们全都是假话，他根本没有那么善良，对，他就是要让我们当他手底下的炮灰，去为他冲锋陷阵，夺取物资和地盘。群里面大骂张毅，连带着张毅身边的周可儿、尤大叔等人也被骂了一个遍。他们打不过张毅，在张毅面前的时候卑微如同蝼蚁，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就能捡回自尊心，化身战神抨击张毅。骂了好一阵子，大家伙出了一口恶气，心里面舒坦了许多。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虽然张毅这个人很自私，给我们食物都是有目的的，但是他要不给我们食物，我们以后吃什么啊？这句话被人发出来之后，聊天群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默。躲藏在各个房间中的业主们一脸惊愕，然后内心开始产生了极度恐慌的情绪。家里面能吃的东西全吃了，甚至包括一些真皮制成的皮带和夹克都被他们剪碎了煮着吃。最惨的人饿急了眼之后，想到了狗可以通过2次消化排泄物生存，于是开始吃屎。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从得到希望到再度绝望。倘若没有见到过光明，他们不会害怕黑暗。可有了张毅为他们提供这几天的食物作为先例，让他们再也不愿重新回到过去的时光。终于有人开口道，其实仔细想想，张毅这个人也挺好的，他打死的那几个人也是自己该死。有的人饿极了真的会吃屎的，面临着死亡绝境的恐怖。业主们又开始缅怀起张毅的好，说被他打死的那几个人也是自己该死。在这混乱的岁月，其他人很容易就被鼓动，尤其是现在他们都饿着肚子，更容易想到张毅提供给他们的食物是多么的美味。仔细想想，我们是不是对张毅要求的太过分了？他冒着那么大的风雪，一个人出去找食物也挺不容易的，而且还得找回来几十人份的食物。是啊，也就是今天他没有找到而已，大家又不会饿死，忍一忍也行啊。被打死的那几个人纯粹是自己作死了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就是啊，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打人家雪地摩托车的主意？嘿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哎，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栾强最不是东西，之前他遛狗不拴绳，差点把我给咬了，是吗？哎呦喂，那他是真该死，死之前还把咱们给害了。先不说别的，总之咱们必须说服张毅，重新帮咱们找食物才行啊。对，这是目前咱们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。说的有道理，他们家房子都是合金的，攻又攻不进去，只好求他可怜咱们了。正如张毅所想的那样，这群邻居，你对他们稍微好一点，他们就蹬鼻子上脸；反而你把他们当猪狗畜生对待，他们还会过来跪舔你。孔子说得好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张毅回到家没过多久，25楼的业主大群里面就有人艾特他，跟他道歉了。张毅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不对，在这里真诚的向你道歉，还希望你看在大家多年邻居的份上，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张毅，都是栾强那个狗东西在挑唆的，我们大家可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，你要明鉴啊！大家以后肯定好好听你的话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个，明天你再出去找点食物回来吧，大家真的饿得不行了。张毅看到这些消息，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，也懒得回复，就这么让他们纠结痛苦，辗转反侧好了。要不要最后再让他们发挥一波余热，去做敢死队呢？
张毅摸着下巴思索道：“我只要多扔2块发霉的面包过去，他们应该就争抢着干了吧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连串的叮咚叮咚的提示音传了过来。张毅有些好奇，自己大部分的群聊都屏蔽消息提示了，怎么还有？他看了一眼，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原来是9楼的楼长陈玲玉把他拉到了一个新的群里面。他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这个群的玄妙所在。群里面的人不多不少，算上他刚好30个。在这里面，他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：18楼李健，26楼黄天放，21楼王强，5楼张玉年，这些全都是30栋单元楼现在的话事人。张毅的眸中闪过一抹锐利的金芒，看样子他们要跟我摊牌了。张毅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，也并不奇怪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手中有用不完的物资。见到张毅进来，陈玲玉说道：“我已经把张毅拉进来了，大家聊聊那件事情吧。”张毅默不作声，想看看这群人如何商量的。作为张毅的仇敌，21楼的狂狼帮帮主王强第一个开口，语气中带着火药味。张毅嗤笑了一声，懒得跟他们扯皮，一张嘴是说不过29张嘴的，尤其是在线上的时候。如果你们拉我进来就是让我听你们放屁的，那我现在就走。黄天放急忙说道：“张毅，你先别着急，如果你现在走了，那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不敢保证。”张毅冷笑了起来：“你在威胁我？黄天放，你们天河帮的狗让我杀了那么多，你怎么敢在这里叫啊？信不信明天我就过去把你们全都给宰了？”此时在手机后的黄天放顿时脊背一凉，慌忙发语音道：“你别吓唬我，现在我们其他29栋楼的楼主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，如果你想攻击我们任何一家，就等于是攻击其他家，你再厉害能斗得过我们那么多人吗？”张毅眸光闪烁，果然这些人已经联合起来了，而且达成了统一战线。老好人李健站了出来：“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少说2句，我们建这个群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合作，而不是为了互相残杀。”王强冷哼了一声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老李，你嘴皮子好使，把咱们商量的事情跟他说说吧。”李健说道：“那好，张毅，就由我来为你解释一下目前的情况吧。首先，他们达成同一阵线，一致对张毅所在的25楼施压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任何一家被张毅攻击，其他单元楼必须予以援助。第二，他们要求张毅也为他们提供物资，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，而他们作为交换的条件就是不会进攻25楼。第三，为了确保张毅可以认真履行承诺，要求张毅的雪地摩托车由大家轮流使用，不可以放在一个人的手里。第四，张毅需要把自己掌握到的资源点交代出来，毕竟外面大雪封城，就算是有了交通工具，也不是人人都能找得到物资。张毅就是这样，你听完了吗？”张毅的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，这群人的心可真够大的，要抢他的雪地摩托车，还要让他免费帮忙带路，保障整个小区人的生活需求，而他们所付出的就是所谓的诚意，仅仅是不进攻张毅所在的25楼，他们也配？张毅并没有发火，虽然这些条件非常的可笑，甚至在他看来是非常滑稽的，不过从对方的角度来看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谈判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彼此一点一滴的攫取利益，狮子大开口也是为了后续更好的杀价做准备。只不过张毅依然可以嘲笑他们，因为他们提出这些条件的基础是建立在他们对25楼战斗力的严重错误判断上。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杀光25楼所有人都不会是一件难事，可是他们又如何知道现在的张毅手里面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弹药？如果真的打起来，双方之间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不是人多就一定能打得赢，3体人的一颗水滴就能全灭地球的宇宙舰队。